美国开始交付机载空战激光武器，此举是要废了防空导弹的武功，并且改变空战态势，这有可能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透露，其空军研究实验室交付了一种紧凑型的定向能武器。这种武器被认定为美军战斗机将拥有击落击伤对手防空导弹和空空导弹能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管泰勒·格里芬透露，这是洛马公司迄今为止建造的功率等级中最小、重量最轻而能量最高的激光武器，这也是机载激光武器系统的一个重大突破。虽然五角大楼近年来推出了许多不同的定向能武器，但这种被称为 LANCE 武器的价值在于同时满足了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的要求，其重量只有为陆军生产的激光武器的1/6。它标志着紧凑型激光武器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这种新型的武器是美国空军自我保护高能激光器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共有3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 LANCE 之外呢，还有一个由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制造的光束控制系统。该系统呢，能够将激光引导到目标上。波音公司则负责研制激光武器的吊舱，再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激光发射系统。美国的定向能武器局的代理主任肯特·伍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下一步打算将这款武器的本身以管理 LANCE 加热和冷却的系统集成在一起。美国军工的技术突破为战斗机机载激光武器的首次测试铺平了道路。外界猜测，该激光器的功率是100千瓦，这才是这个消息的关键之处。战斗机挂载激光武器，美国已经搞了几十年了，现在总算是准备装机做实验了。我们知道，高能激光武器它耗费的能源是很大的，而且体积呢也是相当大的，要把它小型化，用于挂载在战斗机的翼下或者机腹下方，相当的困难。而高能激光武器用于作战，它的门槛是多少呢？应该是150千瓦。那么目前美军现在做出来的这个可以挂载在战斗机上的激光武器，它的发射功率只有100千瓦，功率够不够？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军开发空战激光武器的目标，就是为了能够摧毁对方的空空导弹和防空导弹。100千瓦的功率显然偏低了。过去我们经常做节目来谈到这个问题，门槛实际上是150千瓦，现在它还差着1/3呢。即使是达到150千瓦，那么用这样的激光武器拦截空中飞行的空空导弹或者是无人机，作用距离是多少呢？大概也就是几公里。而且这样的机载激光武器和舰载以及陆基的激光武器相比，它还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美国海军和陆军过去试验的陆基和舰载型的激光武器，基本上呢是以静止的发射平台对一个动目标，而且这些动目标的飞行速度并不高。比如说美国海军的试验主要是用舰载激光武器拦截空中飞行的低速无人机，也就是飞行速度在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的小无人机。而且这些小无人机呢，很可能是木材或者是塑料做的，往往呢照射一段时间它就会被摧毁。而美国空军计划所用的这种空战型的激光武器，它要对付的目标是空空导弹，而空空导弹的飞行速度可是要远远的大于普通的轻小型无人机，怎么能够瞄得准、照得准，而且照上目标之后还要停留一段时间？这恐怕是下一个阶段的试验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好了，由于它的难度更大，
拦截距离可能会进一步的缩短。如果缩短到1-2千米的范围内才能够将对方的空空导弹罩住，那么到底它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这恐怕要打一个大大问号的。当然，我们中国现在也在开发同类型的激光武器啊，比如说车载的激光武器已经可以拦截几千米外的无人机，但是要想把它放在战斗机上，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其难点问题和美军碰到的情况类似。当然，一旦大功率的激光武器的技术呢取得了突破，能够装在了战斗机上或者是轰炸机上，那么将会改变未来的空战格局。因为激光的光速可以达到每秒30万公里，基本上是指哪打哪，不需要提前亮。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想把激光武器小型化，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要用战斗机去背这样的武器，恐怕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装在轰炸机和运输机上，因为它们的负载能力强，机内的空间大，装设高功率的激光武器可能更为可行。那么，如果未来的轰炸机和大型运输机能够配备机载激光武器，那么就不需要战斗机为它进行护航了，因为它们已经有了自卫的手段。因此，美国空军下一阶段的激光武器的试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由于我们在该领域也拥有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航空工业部门和电子工业部门也有必要对该系统进行相关的测试。美国有的，我们今后一定会有，而且还应该超过它现在的水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